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140瓦的充电器，我们测了好几个品牌了，今天又来一个奥海的14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，这个是目前热度非常高的一款 PD 充电器，价格也是非常贵的，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，测了就知道了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逗比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频道现在开通了商品的橱窗功能，各种商品都是我测拆以后上架的，如果大家有需要，可以在我的橱窗里面去看看，支持一下，咱们也好回点血，谢谢大家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拿到奥海140瓦的充电器，这个包装盒就是黄灰配色的一个包装盒，外观看起来档次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里写着 PD 140瓦充电器，奥海的英文 logo， 充电器的实拍图片，3口的标识。这里是一个充电器的充电场景图片，这里是规格和制造商信息、认证信息。打开包装盒，内部的话，这里还有充电器的图片。咱们这一个是旗舰版的140瓦的，这个不是青春版的啊。磨砂透明的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广告纸。这个是充电头盆底，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。7种语言的一本使用说明书。这是一个保修卡，有害毒物清单。拿出充电器本体，整体黄颜色的配色，折叠插脚的设计。这上面是奥海的标识，这边是140瓦氮化镓的标识。充电口这一部分为黑色的塑料，表面有菱形的浮雕纹理设计。这里有一个 LED 的指示灯窗口。插脚这一面140瓦3口充电器，型号 AOC C012， 输入的话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。PD 输出最高功率140瓦 ，USB 口输出最高功率33瓦，总输出功率140瓦。这里是3C 认证，3C 认证信息我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循环10年，非热带使用，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，不要扔向垃圾桶。室内使用，双路绝缘。充电器的高度73毫米，宽度的话69毫米，厚度的话31.8毫米。充电器连包装的重量407克。单充电头重量307.5克，6两的重量啊，这个拿到手上是非常成熟的。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充电测试。进入实际充电测试之前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充电协议支持的情况。这个是 Type-C 一口高通的 QC 3.0 5伏9伏 3.6 至12伏，然后 PD 3.1 140瓦 EPR PBS QC 5。PD 3.1 一共5个档位，最高档位20伏5安100瓦，然后 PPS 有 3.3 至21伏5安，这个充电器只有一个 PPS 的档位。然后下面是 EPR 28伏5安140瓦功率，这个 DCP 和 Apple 2.4， 这个是基础功率。Type-C 2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跟 Type-C 1口是一模一样的， PD 基础档位5个，然后 EPR 档位1个， PPS 档位也只有一个。现在是它 USB A 口支持协议的情况。 UFCS 融合快充33瓦，它有2个档位，5至11伏3安 ，C 至21伏的 1.55 安，最高功率33瓦。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，最高18瓦功率。SCP 档位 3.3 至10伏，最高22瓦功率。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，最高24瓦功率。QC 3加5伏9伏12伏 3.6 至12伏，然后这后面就是2个基础功率。这个充电器它有融合快充的33瓦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iQOO 的 Z7 来测试它的融合快充。这个手机现在还有 12% 的电量，我们直接把它充满。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 12% 的电充到 100% 的电，一共用了47分钟时间。这个曲线图就是一个标准的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图，从最初的18瓦功率充到 95% 的时候27瓦的功率，它是一个逐渐缓慢爬升功率的一个曲线图。然后温度的话，我们最高温度 37.4 度，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4度左右。这个手机是荣耀100，这个手机是可以支持 PPS 的。这个手机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把它电给它充满。这个手机现在已经充到 98% 的电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知道这个充电器它的最高功率可以达到多少瓦，可以持续多少分钟。前面的话通过1分多钟时间攀升功率，一直攀升到50瓦的真实功率，一共持续了9分钟时间。这50瓦功率的话，
中间有一个凹谷亮了一下屏，它就有一点点波动，然后就直接降为24瓦的功率，一直冲到 90%。从没有电冲到 90%， 只用了38分钟时间，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可以啊。我们看一下温度，这个温度是接着上一个充电来的，最高温度的话也只有45度，因为这个是140瓦的充电器，充手机的话根本就不能把它的温度拉出来。这一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，我们看一下它有多高的功率。可以启动快充充电 2.0， 大概的话可以跑到26瓦，这个是真实功率啊。因为三星的手机它这个峰值功率的话，它只坚持得到几分钟时间，这个有 PPS 5安的档位，三星30瓦左右的功率它是有的啊。这一部手机是 OPPO 的 A2 Pro， 这个手机应该是可以支持融合快充的，用 USB A 口启动的是融合快充33瓦档位，真实功率的话在26瓦左右，跟前面 iQOO 的 J7 功率是一样的。OPPO 手机如果是用 Type-C 口充电的话，这个功率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，只有12.3瓦的功率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小米手机的话，用 A 口也是显示的快速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只有10瓦的样子，这个功率不是很高啊。Type-C 口的话也可以显示快速充电，功率的话比 USB A 口要高一点点，因为小米手机它不支持融合快充，就是走的一个 PD 的档位。用 C 口的话，功率大概就是15瓦左右。没有小米的私有协议的话，这些充电器对小米手机功率就不是很高。苹果设备的充电测试，我们就用这个12 Pro Max。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。这个手机现在充到 81% 的电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一个是用的美国 PI 的芯片，跟苹果充电器用的是同一款芯片，但是很明显的强拉功率的情况跟国产的芯片一样的。刚开始的时候起始功率5伏2安10瓦2分钟，然后直接飙到23瓦左右的功率，19分钟的时候它就开始功率波动，一直波动到32分钟，把功率降到20瓦，它还在那里强拉功率，拉到43分钟的时候，功率就被降到15瓦左右的功率，冲到 80%， 从没有电冲到 80%， 一共花了56分钟。温度的话很低的，因为这个才20来瓦的功率，对它来说小菜一碟。35度最高温度，这个充电器现在降到40瓦左右的功率了，127瓦的真实功率 ，PD 140瓦的档位，足足运行了1个半小时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一个移动电源的充电站就是模拟笔记本的充电状态，140瓦满功率输出，它本身有 7% 的电量。从 7% 的电量充到 80% 的电量，花了1小时10分钟。这个充电速度的话，跟联想、跟酷派科、跟绿联的140瓦都是差不多的。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一个是我测过的140瓦充电器里面温度最高的一个，它的最高温度直接拉到 75.4 度。现在去摸起来，这个还是非常烫手的啊。咱们今天的室内温度26度左右。现在这是100瓦烤机的状态。现在的功率是39瓦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这个充电站是模拟100瓦笔记本充电的状态，持续97瓦的功率输出 ，PD 100瓦的档位。这个充电站从没有电充到 80%， 一共用了1小时27分钟。这是100瓦功率一个正常的速度，功率的话还是挺足的啊。充电速度的话，跟前面测的几款140瓦的充电速度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唯一的缺憾就是这个温度确实有点不低啊。大家看一下温度曲线图，最高温度 70.9 度，也就是71度啊。100瓦的功率它都可以到71度。这一次是模拟60瓦的笔记本充电，咱们已经持续运行了2个半小时。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真实功率53瓦。这是60瓦持续运行的状态，温度的话也不是很高，不像100瓦和140瓦的时候温度那么高啊。最高温度40度，大功率的充电器在60瓦运行的时候，它的温度不是很高的，但是一旦超过100瓦的话，这个温度70度左右了。这是我测过的大功率充电器里面温度最高的一个，就是它。我们现在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一个能量转换的情况，现在是220伏的状态，插电峰值功耗 1.7 瓦，然后后面的话一直就是 0.5 瓦的样子，平均功耗 0.5 瓦。现在是它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18瓦，这一边的话 14.6 瓦。
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1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220伏输出端30.3瓦，这一边直流输出端26.3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220伏输出端39.8瓦，这边直流35.3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%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端49.2瓦，这一边44.4瓦嘛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%。20伏5安100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端108.5瓦，这边直流输出端97.2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0%。28伏5安140瓦的时候，220伏输出端149.3瓦，这一边直流输出端135.7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1%。现在就是这个充电器110伏状态下，它的待机功耗，插电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有101.6瓦，然后后面的话一直就是 0.2。这是110伏状态的时候15瓦的功率，110伏的输出端17.3瓦，这边直流输出端14.6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4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110伏输出端29.7瓦，这一边直流26.3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110伏输出39.3瓦，这一边直流35.3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%。1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端49瓦，这一边44.3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0%。20伏5安100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108.5瓦，这边直流97.1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%。140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150.1瓦，这一边直流输出135.6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只有90%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。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测试它的负载文波。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负载文波最高的时候105毫伏。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22毫伏。现在是12伏3安36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19毫伏。1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是最高的时候114毫伏。这是20伏5安在100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的情况，最高的时候103毫伏。这是这个充电器最大功率140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的情况，最高的时候102毫伏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3个充电口多口功率分配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则。这是 Type-C 一口的140瓦功率，真实功率的话大概是126瓦左右。我们接上 Type-C 二口， Type-C 一口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，两个充电口会变成58瓦真实功率， PD 65瓦的档位，总功率的话就是130瓦。 C1 加 C2 C2 加 C1 都是一样的规则。 Type-C 一口加 USB-A 口它的功率分配的情况，我们先启动 Type-C 一口的140瓦功率， USB-A 口我们找一个可以支持融合快充的手机，我们接上去，一样的重新分配功率，这边走的是融合快充，实际功率26瓦，这边的功率的话就变成了 PD 100瓦，也就是说100加30，它的总功率还是130瓦。这是 Type-C 二口，我们一样的启动它的大功率，我们接上 USB-A 口，一样的重新分配功率， USB-A 口还是融合快充的33瓦，这边的话就是变成90瓦，总功率的话也就是130瓦。 Type-C 一口加 A 口和 Type-C 二口加 A 口都是一样的。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话，我们先把 Type-C 一口的大功率启动起来，我们接上 Type-C 二口，重新分配功率，变成2个 PD 65瓦，真实功率58瓦。我们把 A 口接上一部手机， Type-C 二口会重新分配功率，这边是 PD 的45瓦，这边 PD 65瓦，这边的话 UFCS 33瓦。3个口同时用的时候，拔插 USB-A 口 Type-C 二口它是会断流的，注意一点大家，也就是 Type-C 一口它是不会断流的。 Type-C 二口重新分配功率， Type-C 一口还是 PD 65瓦，拔下 A 口
这边 Type-C 2口就会断流，重新分配功率，重新回到 PD 65瓦。这个奥海的14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测试下来，它的各项数据还是不错的，唯一就是这个温度有点高，100至140瓦长时间工作的话，温度会超过70度。随着现在的手机型号越来越多的支持公版的 PPS 协议，还有 UFCS 融合快充的加持，它的兼容性还是很不错的。交流文波控制的话，表现一般吧，100毫伏左右，外观颜值很高，很亮眼。内部用料的话，等我后续拆解开再看看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